我是幽灵钟灵树。嗨，我今天是你们的好同事。没错，今天又要来讲有关职场工作的主题喽。因为现在快要过年了嘛，那过年大家会怎么样？报复性转职，报复性离职。过年就是最好换工作的时机啦，大家都领完年终都拜拜。还有尾牙抽奖，抽完奖都就拜拜。很多时候啊，我们离职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那个工作不好或那个整个环境不好，有时候真的是因为同事不好。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有关不好的同事，职场小人，不能算小人啊，职场小动物，小动物比较可爱。我今天就来讲我以前还有在上班的时候，在职场上遇到一些光怪陆离的小动物的故事。OK， 我自己有做一个排名，从最普通的开始讲，普通等级小动物。第一个是爱抱怨的小动物们。爱抱怨的同事们真的很多欸。以前我有在比较大的公司里面上班过，然后我们的公司有吸烟区。那我为了一刚开始进去有点算是空降，所以为了融入那个职场的环境里面，我就会去混吸烟区。我可是很社会化的人，只会学假抽烟，只会假抽烟。好啦，总之呢，如果没有混抽烟区，也可能不晓得抽烟区是明明9点上班，8点就在抽烟的，吃完早餐或者早餐前就要来一根，那大家就会开始聊八卦啊什么的。其中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抱怨的小动物们了。抱怨的小动物们真的是从早上一见面去吸烟区就要开始抱怨今天开什么会啊，然后那个谁又怎么样啊，老板又什么啊，那工作又怎样，又被推来推去啊什么的，抱怨这些事。刚开始听起来还好，就可以当做笑话听听。可是你在那边工作5年之后，他还是抱怨一样的事情，就是换汤不换药，同样的事情只是换个名字而已，我有时候就会呈现一个放空模式。或是如果我真的跟他很熟的话，我就会跟他说，你要不要检讨一下你自己。这是我觉得最普通等级的抱怨小动物。 OK， 再来呢，第二个我觉得蛮奇怪的是，我以前有带过一个新人，那他是从别的部门转职到我们的这个部门，所以他以前没有这个专业的技术，他想要来学习，那我也很愿意带他跟教他。那刚开始我是把他呢有点当作学徒在教学，那他也学得很快，我交代给他的事情都做得蛮好的，一步一步往前进。但是没有几个月，我记得才2-3个月左右吧，他就觉得我好像有刻意把他跟其他同事们隔开来，他有自认为被排挤或被嘲笑的感觉，所以他想要离职。我当下有一点满头问号，想说被排挤啊！你现在就是在学啊，学了3个月之后就可以融入这个圈子，你才可以帮大家分担一些真正意义上面的工作嘛。但是在这个3个月里面，他就觉得好像他还没有办法很快的融入啊，他就有一点不太能够接受。当然我也是尊重他啦，也有挽留过他，不过蛮尊重他的决定。只是有时候我觉得大家不能够太玻璃心嘛。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在职场里面很希望有一个那种大家庭的感觉，或是有一个群体感，就是有一个归属感。但并不是每一个公司的文化或者是你待的那个部门里面，你待的那个团体里面，它都一定要维持这样子的互动，也并不是说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互动才算是一个好的职场环境。当然每个人要的可能不同，不过当你还是在学习的时候，你实在很难跟大家打成一片，因为你的程度本来就不一样嘛。如果自认为是有点被排挤的话，我是觉得稍微有点小题大做，也有点可惜啦。因为我觉得他其实能力其实如果他能够再撑一下的话，我相信他做的比别人更好，也可以更快的融入这个群体。但很可惜他就离开了。
那第3个我觉得蛮特别的小动物呢，是薪水小偷型。当然，我觉得大家或多或少都当过薪水小偷嘛，对吧？这不为过。但是这个薪水小偷真的非常的特别。这是我之前的某一个同事，是一名男性。然后，因为同事很多，在相同性质的工作底下，很容易会出现比较嘛。我刚好是跟别的部门窗口对接的那个人，有时候别的部门的窗口会希望我可以不要把工作派给这位薪水小偷同事，因为每次把工作派给这位薪水小偷同事，让他们对接的时候都非常痛苦。每次工作都没办法被好好的完成，或者是完成之后，但是主管都不满意，都必须要再交给其他人重新的制作一遍。那我也很为难，因为我总不能让这位同事都没有事做，可是又没有开除他的必要。我上面还是有主管，他觉得开除的话会影响到他的 KPI 考绩，这也是公司的系统里面很奇怪的一点。OK。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让他留任，在他工作又比其他人少的情况下，他很长时候是没有事做的，那他也很少在自己学习一些什么新的东西，或者是想要改善什么，就是他只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而已。因为我有请他写一下那个他每天的工作进度，他每天大概有5次都会去吸烟区抽烟，然后他自己还有写，大概抽烟会花20分钟。所以他每次一去吸烟区就会20分钟，然后一天大概要5次左右。然后其他时间，因为他工作太少，或是他已经做完的关系，他不知道干嘛，他就在那边看卡通。我觉得如果你没事做，可以看看书啊，或者充实自己，因为其他同事都还在忙，你在那边看卡通，真的有一点不太尊重别人。虽然我知道你没事啊，但是不要那么高调嘛。这我真的觉得太扯了啦！这小动物，我当下真的是很为难，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跟我主管讨论也没有个结果，因为去留不是我可以决定的，我只能尽量稍微把它位置分隔一点。好难呐。OK， 再来下面一个小动物呢，是已经跳一个等级了，是比较心机重一点的，就是笑面虎型的同事们。我以前曾经有一个同事呢，她就是这种笑面虎型的，她是女生。刚开始呢，我们大家都很要好啊，很开心啊，女生跟女生就是会讲心事啊、拍照啊什么的，当然是别人跟我说的啦。他就是会在私底下分化群体的那种人，譬如说在我面前当然是跟我很要好嘛，但私底下会怂恿其他人远离我的身边，或不再支持我，或者是一直讲我的坏话，去分化我们之间的情感跟团结力。但我自己一定也是有做不好的地方，所以才让他有机可乘嘛，有这个缝隙可以去分化。所以我自己也有检讨一下，在他的操作之下，我有遭受过很严重的一次职场上的背叛。就我们分组的时候呢，有大部分的人都选择不要再跟随我的这一个组别，然后我这个组别呢，就只剩下他。我觉得这也是他很厉害的地方。OK， 既然他那么讨厌我，为什么要跟我一组？这个蛮厉害的。总之呢，他也撑了，跟我同一组，只有我们2个，再加一个新人这样子，撑了一阵子之后，他才申请要转调到别组。我觉得这个心机有点重，但是又有点太明显，该怎么讲呢？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但是他并不让我非常的伤心，反而让我非常伤心的是其他的组员们，很爽快的就离开我了，这样。好的。但我一定也是有不好啦，否则怎么可能3言2语就被分化呢？这个我自己也是有深深的检讨的。好，在下面这个呢，又是更高等级，但也是已经不算是不能忍受的，已经是我很痛恨的等级了，就是会性骚扰的。那会性骚扰的同事们呢，可能因为我是女性吧，所以我遇过的就只有男性。
我有一次最严重的是，他其实是我的老板，是公司里面的老板。那当时的公司编制很小，有时候会难免需要1对1接触的时候会比较多一点点。那或者在公司里面加班的时候，他会突然的来说，给你一点钱啊，去拿晚餐吃啊，但是500块放在你手上的时候就摸一把的，我就觉得或是有需要去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你真的很明显的会看到他跟你讲话的时候是眼睛看着你的胸部的，他根本没有在看你眼睛，他在看你胸部，令人很尴尬，因为他是老板嘛。好，然后事情讲完，要走出他办公室。有一次我记得是，正要回头跟他说，还有事情没有交代完，或者还有事情需要讨论。一回头看他的眼神，就是在看我的屁股。就我一回头，他的眼神还盯着那个下面，这样我就觉得，真的很令人不舒服。天哪！然后我觉得这个性骚扰不到那种触碰的很严重，或是言语上。但是这个也令人很不快，而且他的老婆也是在公司跟大家一起上班，然后感觉上他老婆的观念里面也是觉得自己好像身材不够好啊，不够漂亮，不能够满足老公这一点，很对不起老公这样。我的天哪，这是什么观念？太奇怪了。总之当时我就有别的机会，很快速的就逃离了那个公司，因为我也没有想到其他方法，而他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真的佐证他对我有比较过分的骚扰行为。OK， 可能也只是我没有发现。好的，这就是太夸张了。最后一个呢，就是最高等级了，这个真的是我没有办法忍受，我必须要立刻远离的这种人呢，也是我们以前的一个同事，这个是大家认定的是怪力乱神型的小动物，这真的有够夸张。他怪力乱神到，这是一名女性 ，OK， 她怪力乱神到我们平常在上班的时候呢，旁边有坐个小妹妹，就是比较年轻的。他有时候会回过头来跟那个小妹妹说：“你后面跟了5个那小妹妹就会很怕啊，然后说什么你不要乱讲，真的假的啦？然后他还会说你不要担心啊，他们5个都长得很可爱。他说小妹妹怕死，白天上班的时候灯都要打得超开这样子，因为当时的老板也相对的也比较迷信一点点，所以有时候他会利用这一点来鼓励老板要买一些像水晶啊、提升能量的东西啊，或者是净化啊等等的。那因为那个价钱都有一点夸张，所以到最后我真的有点看不下去。再加上他可能会一直跟大家说他看得到东西，我觉得这已经很扰乱上班的气氛了。再来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因为他在上班的时候也没有产出，他会说他很忙，然后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但是交代他的事情呢，他又没有办法做完或是结案，一直在搞怪力乱神的事情，到最后我也是不得已，我们只能用别种方式把它请走，这样。这一点是我觉得这一种类型的小动物，真的是我觉得我比较难去接受的，感觉上是它应该有一些心里面或是心理上的疾病，可能可以称上是疾病，但是它没有那个病识感。那在没有这个病识感的情况下，很容易去影响他人工作，还有整个气氛啊、环境啊，就是大家都会被这种毛毛的东西影响。我觉得这个反而最难对付，所以不得已只好把他请走了。关于他的事情，其实我们每天都很有得聊的。我记得当时的公司里面每天都在聊他的事迹，因为实在是太夸张又太扯了。每天一来就说：“你知道他昨天又做了什么吗？你知道又怎么样吗？你知道我们老板又干嘛？”其中一位男同事还因为这个怪力乱神小动物而跟他女朋友感情变得非常要好，因为他女朋友每天都期待他分享怪力乱神小动物今天又做了什么事情，很想要听故事。好啦，这也是一种获得啦，宇宙都会给我们一些我们想要体验的事情嘛。好咯，
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年后你们有没有想要转职或是换工作呢？那原因又是什么呢？可以留言告诉我哦，也分享给我一下有关于你们职场上奇怪的小动物们哦。今天就来到这边，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